这镜头也太晃了吧！是的，我这次还体验了坐越野车的颠簸。嗨，你好啊，欢迎回到欧的美西藏生活，记得先按赞跟订阅哦。世界好大，我们好小，在不舒服时走不动就是走不动。冈仁波齐转山行程，这次我没有走完，我放弃了逞强，跟随自己的身体。老实说，我对冈仁波齐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转山的意义是什么，只知道这是藏人的朝圣地。说也奇怪，就在转山前某个夜晚，从电视上看到电影《冈仁波齐》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后想到李国修老师的那句话：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。而冈仁波齐这部电影里有生有死，生在朝圣之路上，也在朝圣之路上死去。但藏人们实实在在的做好朝圣这件事，功德圆满了。到达转山第一天的休息站，我完全不行了，真不知道是怎么走到的。一路上不断接受来自团员们的帮助，无形的加油喊话，有形的分散我背包的重量，真的很感动。但当下我连感谢的力气都没有，躺下就昏了。稍微清醒，吃着朋友端来的爱心面面，吃没几口又昏睡过去。所以我决定放弃接下来的转山之旅。搭着藏人驾驶的越野车摇晃下山，真的好晃哦，还好有先吃晕车药，才能完全感受这越野的体验。回台湾后，看着团员们转完全程的影像记录，很是感动，也庆幸自己没有硬着头皮前进，很有可能上不去也下不来。没能亲眼亲手拍摄转山的过程，还好还有朋友可以靠，也一并分享给你。或许哪天又会被神山冈仁波齐召唤，我会记得不要再乱喝湖水了。最后分享我在高山出现的生理状况，你有过什么样的高原反应呢？欢迎在留言处让我知道哦。嗨，你好啊，我是欧的妹，这次是要来分享关于我在高原地区出现了什么样的生理状况。一到拉萨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后来听导游说啊，通常高原反应会在6到8小时后才会出现，才知道或许现在的没感觉只是个假象。但其实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，在西藏其实是有医疗资源的，所以我并没有很担心。而且第一晚的时候，其实有医生来帮我们每一个人测那个血氧量，那个时候我还有大概95%左右，但是后面呢就真的一直掉，大家平均就是在60、80上下起伏。对了，其实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呢？真的很难说，就是也许你这一次没有，下一次就不知道了。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就会有，那可以说很吃运气。不过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有头痛的症状。那我是一直到快接近海拔5000公尺的时候，才有明显的感觉到缺氧。但其实从第2天、第3天开始，我的脑子其实不太灵活。我发现呢，不太能做
深入的思考，然后有点像是只靠直觉在决定事情，与人的沟通呢也变得直来直往，有点像是脑雾的现象。然后还背笔电到西藏，本以为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剪片啊什么的，结果呢背去又背回来，在那里的时候根本无法思考，放松的时候也完全不想动，一直脑雾照顶。那从那个红河谷到珠峰呢，身体就变得一直好累，也变得没有食欲。不过海拔一回到就是4500左右的时候，我又可以吃吃喝喝，真的好奇怪哦。生理与情绪就这样子起起伏伏，有时候浑浑噩噩，但看到辽阔的天地，又满怀了对生命的喜悦。好像说太多了，谢谢你的收看与支持。最后记得按赞跟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。